也讓我避雨，在我失意時，為我吃苦也會樂意，從來在意，絕對也真摯，無止境的愛，世上誰願意？好啊，你不滿意我是吧？離婚呢？你想离就离吧。不用说的那么严重，有什么事就慢慢说嘛。你现在是不是真的想离婚呢？你说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口口声声说自己受尽了委屈，为了这个家牺牲，没错，我承认你为这个家做了很多很多，但是你有没有停过1秒钟为我想一想？我有没有为这个家做事？我有没有为这个家牺牲？你要我开家具店，不是为了圆我这么多年来的心愿啊，你是为了跟儿子斗气。你把我当什么？当是你身边的一件附属品，当是你手中的木偶。我是一个男人，我是你的老公啊！多年来呼来唤去，你有没有尊重过我？你现在说了半天，全都是我的错了。为什么一定是你对？为什么你不可以错？其实一家人分什么错还是对呀？大家有什么事就去包容，就去忍让，就去调解，解决了就算了，干嘛要分谁赢谁输啊？原来这么多年来，你都觉得自己很委屈，那真是对不起你了。你觉得我那么不尊重你的话，那就离婚了。我累了，随便你吧。哎，老爸，老爸，老爸，现在啊，是他在乱发脾气。妈咪，其实这么多年来，老爸也为家里付出了很多，他只是希望你重视他而已。不要闹得离婚这么严重了，你们这样搞得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对啊，我从没见过老爸发那么大脾气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委屈，所以才会这样的。反正什么都是我的错，我是坏人嘛。你们那么讨厌我，好，我走啊。哎，妈咪，妈咪，妈咪啊，妈咪，你们陪着老爸。妈咪，妈咪，你不要走嘛！哎呀，我们又没说帮谁不帮谁的，其实大家都很紧张你啊。少骗我了！现在你们都觉得我欺负你，在欺负你老爸吗？哎，就算他们不了解，所以误会你，但是我了解你，我知道你用心良苦，你希望我独立，所以才不让他们帮我。你别把我讲得这么伟大，现在没人领情啊！哎，这次呢，我真的没有想过要他们帮忙。哎呀，他们很疼我，很关心我，我觉得很感动，所以才让他们帮我的。妈咪，我不是故意要跟你斗气的。错了就是错了，再解释也没有意义嘛。你老爸老是叫我不要管你们嘛，你都30几岁的人了，我怎么管得住你啊？就拿你老爸来说吧，他非要跟金乐搞在一起，我能管得着吗？啊，我们不要在这儿乱猜，现在我们一起上去跟老爸问清楚啊！我不想再跟他讲话了。结了婚30几年了，他从来没有这么凶地骂过我，而且还当着儿女的面前数了我，说我孤立你们，打压你们，大家都把我当仇人一样的。你说我怎么回去面对这样一个家？好吗？他说要离婚嘛，离就离了，以后各走各的。哎，妈咪，你不要这样！哎呀，你不要再跟着我，你不要再跟着我！妈咪，老爸，喝杯茶吧。来，可能刚才妈咪太激动了，所以讲话讲得比较绝。我就是了解他的个性，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忍让。自从我跟他结婚之后，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我喜欢做木工，他想要我有一份安定的收入。他喜欢铁饭碗，我吭都不吭一声就去考政府水电工。所有同事都知道我听老婆的话，大家都笑我是老婆奴，亲戚朋友没一个看得起我，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说我没老婆就没有今天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但是我忍，我忍。其实我心里不舒服，我也是个男人。我觉得我是应该为这个家牺牲，
所以我愿意无条件付出，再辛苦我都不会跟别人说，跟人诉苦。年轻的时候做那样的水电工，爬上爬下，日晒雨淋。我做错事，被上司指着鼻子骂我没有用，我还是告诉自己要忍。到我老了，体力根本不够了，我也从来不敢推掉工作。我还是告诉自己要忍，我不敢说要辞职，因为我要做到退休，因为知道他想要我领长俸。我知道你很委屈，但是可能妈咪看你整天笑哈哈的，所以没留意到啊。我在外面受委屈没有关系，但是回到家想受到尊重。他多年来有没有尊重过我？现在居然说我跟京乐有暧昧，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，他居然这么看我。他这样说我不是生气，我是心酸呢。老爸，来，别这样啊。在我心目中，老爸永远是一个最好的好爸爸，我永远都会很尊重你的。我知道你乖。其实可能这一次这样说出来，对大家都好呢，起码能让妈咪知道你的想法。但是讲到离婚，你真的要考虑清楚啊，老爸。是他说要离婚的，我没有说。难道他说签离婚协议书你也签啊？如果离了婚的话，你们辛辛苦苦建立出来的家庭就没有了，大家从此互不相干，你忍心吗？那我们兄弟姐妹怎么办呢？你舍得我们吗？不管我多不认同妈咪的做法都好，我都不希望你们两个分开。我怕你一时冲动而后悔一辈子啊，老爸。妈咪不在房间，连行李箱都拿走了，她衣服不见了，连护照也一起带走了。他什么意思？是不是玩离家出走啊？啊，是不是不想见我呀？老爸，你先别激动，可能他想搬走，冷静一下吧。我根本就没有错，因为你们求我，我才给你们面子回来低声下气跟他和解，他居然搬走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要不我打给妈咪，可能她还在楼下。不要打，不要打！他无情，我也无情。他不想见我，我也不想见他。你们做做评判，这么多年来，什么都是他对，都是我错，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。求他回来又怎么样？过2天又会变回以前那个人。我不想再被操控，再被控制了，我受够了。知道，好了，来，先坐下，别生气了啊，别生气。喂，妈咪啊，我猜到你肯定会打电话找我的，那不要问我在哪儿啊，我不会说的。你不要这样，有什么事回来慢慢说嘛。人家说他受够了嘛，我也受够了。我不是那些个10几20岁的人玩离家出走，你现在叫我回去我就回去啊，我不会被人操控的。怎么样？他说什么？你们俩说的话呢，很有默契。喂，阿静啊，你不要把电话给他啊，我不想听到那个人的声音。总之这几天呢，我给自己放假去吃大餐，你们自我了断。喂，妈咪，不要再喊妈咪了，你好烦呐！我倒是看看没有我这个碍手碍脚的人，你们会怎么样？那你不要再打给我了啊！我挂电话之后呢，就会关机了，就这样。喂，妈咪刚才说什么？他挂我电话，还说会关机，叫我们不要再打给他了。不打就不打喽，全都不许打。哇，10分钟了还不打来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叫你不打就不打，这么听话，平常也没见你这么听话。哎，哎呦，喂，阿静啊，请问是不是佳佳姐啊？是我就是，你哪位？我是吕先生，我老婆之前找你做陪月的，她说如果生了就通知你，她现在在医院，你明天方不方便过来？好啊，
我明天过去。老公，之前跟你说过，大总管换了老板了，他们派了欣姐过来了，你怎么还通知佳佳姐啊？对不起啊，佳佳姐，我的记性真差，不好意思让你白走一趟了。佳佳姐，不好意思啊，如果我知道你会来的话呢，那我也就不会。别傻了，其实由谁照顾吕太太跟宝宝都一样，最重要是好好的用心做事。欣姐是我训练出来的，没有100分呢，也有80、90分的，两位绝对可以放心。我不打扰两位了，你好好休息，吕太太。谢谢你啊，欣姐啊，好好照顾他们啊。我一定会的。陆太太，那我出去买东西，晚一点再来看你，您好好休息。佳佳姐，佳佳姐，阿静他们说你搬走了，你到底搬去哪儿了？其实你跟何哥两夫妻那么恩爱，为什么要离婚呢？你还问我为什么要离婚呢？还在这说风凉话？我那么信任你，还介绍生意给你，还傻的叫你陪我老公去看店面，哈！这次我真是引狼入室，我都不知道。佳佳姐，你误会了。你明知道我希望他开家具店呢，我叫你陪他去看店面是怕他3心2意。嘿，我真是瞎了眼了，你故意跟我作对。我知道你希望何哥开家具店，但是我也知道他不是那么想。你硬要他开家具店，到时候你怨我，我怨你，那样更不好。其实佳佳姐啊，你应该听听何哥的意见，他真的很好，很有主见的。本来有个女人称赞我老公，我会觉得很高兴的，但是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觉得很恶心呢。你在说什么呀，佳佳姐？我只是希望你们夫妻坦坦白白，不要有误会。好啊，那我也麻烦你坦坦白白的跟我说，你对我老公到底有什么居心啊？哦，亏我那么信任你啊！你勾引我老公啊！我没有啊，佳佳姐，没有？你敢不敢对天发誓啊？你跟他没有一起吃榴莲呢？是，那次是有吃，但是女人的直觉一向很准的。就算你们2个串通好一起说谎，都骗不了我的。你还有没有良心呢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在背叛一个完全信任你的人呐？你别跟着我，佳佳姐。好了，谢谢你，小姐，谢谢你啊。哦，诸葛先生，你在这儿正好，我正准备去你公司投诉。欧阳先生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你的姐姐去我家清洁，清洁完之后，发觉有很多小虫子。喂，他们做事太随便了。诸葛太太，你只租1个月，还要所有家电，还要价钱合理，很不容易找的。已经看了10几间都不合适。这样租1个月肯定会比住酒店便宜，就算住不到1个月呢，还是比较划算的嘛。那我们回去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。你先回去，我等一下过去。欧阳先生，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，发现你家有白蚁，普通的清洁剂呢是灭不了的，一定要找专业的灭虫公司去处理。我可以介绍1间给你，但是真的不可以包在套票里面，要另外收钱。哼，真是笑死人了！你清不干净就说我家有白蚁，如果再清不干净说我家里有鬼，我岂不是要请捉鬼敢死队？又要再付钱？你们怎么搞的？这位先生，我们家居公司怎么会帮你灭白蚁呢？难道开婚姻介绍所的要保证生儿子？你是谁啊，老伯？这儿哪轮到你说话？走开！那我不管，总之你不帮我搞定，我去消委会告你。你公司准备关门吧？好了好了，我找间灭虫公司去帮你灭白蚁，好不好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居然答应无理的要求！我紧张个什么劲儿啊？他都说离婚了，搞不好还会怪我多管闲事。哎，佳佳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他们几个在里面发传单，我在大总管做完事就过来帮忙了。你有没有见到何叔啊？你已经把我们害得很惨了，还说来帮忙？你在帮倒忙才对呀！你去看看我儿子，现在被人破口大骂，他长这么大呀，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被人指着鼻子骂的。我这个做妈咪的很心痛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不是你，他会受这么多委屈啊！阿静发生什么事了？
我拜托你了，算我求你了，你在阿静跟阿发之间选一个好不好？你这样子会害死我儿子的。哎，或者你觉得这样很得意是不是？有2个男人在你身边转来转去的啊，你觉得很享受啊？你这种叫自私，叫拖泥带水啊！为什么你要这么说？我的心一直向着阿静，我没有对不起她。我差点忘记了，你以前是做公关的，最会的就是抛媚眼。我真不应该把你这种人留在他身边，让你把他害成那样。阿金说来的，怎么还没到？对啊，我打电话给他。不知道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！明知道我不喜欢你了，还死缠烂打的，非要缠着阿静。妈咪，你讲啊！喂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女儿哪儿得罪你了？你居然骂她？谁叫他害得我儿子连公司都没了？现在他不敢反驳，就证明我没骂错了。佳佳姐，我不反驳是因为我尊重你，并不表示我觉得你是对的。哎，妈咪，你不舒服啊？哎呀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我看你先走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这小子不帮忙还要我女儿走？老爸，我们走。哼。妈咪，怎么样？你胃很痛啊？你现在住哪儿啊？哎呀，老爸就在前面那间餐厅，我看我扶你过去坐一下，好不好？不要啊！我被人气得都没胃口了。你们自己去吃个够吧。妈咪。女儿，女儿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哎呀，我看你心情不好，怎么能不管你呢？阿静不在意你，我很在意你啊。要是他们俩刚才再骂下去的话，我一定毫不犹豫立刻还击。2个都没有良心，你说是不是遗传呢？这不能怪阿静。哎，你还帮着他，刚才他妈咪指着鼻子骂你。喂，他没有帮你，只是叫你走开而已。他呀，总认为他妈是对的，站在他妈那边，他妈是宝，你就是草。宝贝女儿，你在你爸爸心中啊，你叫铜金宝，你是我的宝贝。那不怕老套，我也要说了，那假如呢，他妈跟你一起掉到海里，他一定先救他妈，管你会不会淹死。你不要再说了，老爸。是不是不说就不用面对呀？行，让你老爸说完这几句，我就不再说了。我怕你选错人了，女儿。阿静没什么不好，只是她愚孝，她什么事都要听他妈的意见。从他妈的角度来看呢，他是孝顺儿子，好男人。但是假如做他女朋友，他老婆，哼，那可就惨喽。哎。支书，我今天找你是想谈谈关于阿金的事。有件事我觉得他应该知道，但是我又不想让他知道。哎，年轻人说话拐弯抹角的，直接说吧。我买了份人寿保险，受益人我写了阿金。不会吧？就是你有什么3长2短，这份就是我女儿的了？是，我买保险的事不想让他知道。就是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在死缠烂打，所以我才专程来找你。我怕我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也要有个人知道保单在哪里。我最担心的就是阿金将来没人照顾。哦，我不介意你把保险赔偿金给他，但怎么会没人照顾呢？他还有阿静啊。自从我从泰国回来之后，我对阿静这个人越来越有保留。哦，你也了解他的个性，优柔寡断，什么事都听他妈的。我很担心他不能给阿金幸福。哎，我以为女儿离开你，跟个孝顺儿子会更好，谁知道他就会维护他妈。他妈一看到他儿子事业有点不太顺利，就找我女儿出气。阿静工作很不顺利吗？但是我听同行的人说，他准备投标做商场清洁的。哎，他的公司就那么点儿，还要搞商场清洁，他人手哪儿够啊？你说的对，万一人手不足，公司随时关门大吉的。这么搞下去，只会再死一次。支书，有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？如果你告诉我阿金有什么底价去投标，只要这次失败了，你就能让这种局面早点结束，那就可以帮助阿金了。喂，那你摆明是在抢他生意。我们不这么做，他早晚也会倒闭。我是想让他早点清醒，不要再拖累阿金。你这就是要我做无间道了。我不做坏人的，我女儿生我气，那怎么办？你看到阿金现在为他那么劳累，你觉得开心吗？我失踪那么久，已经让阿静受了很大打击。
我不希望他再受到伤害。我知道你爱他，我也一样。我也知道阿金对我没有完全死心。现在我拿回了公司，只要你肯帮忙，我保证一定可以让他很幸福。我也希望女儿幸福。好，那我考虑一下吧。哎，来碗冰豆花。好啊。干什么？故意来这里等我？我才没你那么无聊呢。天气太热，火气太大，来吃一碗去火。冰豆花。谢谢。不过我喜欢吃热的，不像你那样吃那么多冰的老咳嗽，这叫做自作孽。热又怎么样？自己加那么多糖，甜死了，吃完还不是老咳嗽？买这么多菜，有这么多人回家吃饭吗？差一个人就齐了。做一桌菜呀，吃不完还不是又要孩子吃剩菜？知道我一向都是这样，我只是个替工，现在等大厨回来，回来了我就不用做了。哎，何哥，佳佳姐，这么巧啊啊！前2天呢，我打电话给你，想约你出来喝茶，结果呢一直打不通。你的电话是不是坏了？我想可能没电了吧。周太太跟宝宝怎么样？还好吧？他们好得很呐，我们却很可怜。你在的时候啊，已经接了不少客户了。那个阿发呀，为了要跟阿进斗啊，居然搞什么优惠大酬宾哦，又接了很多新客户，人手还是那几个。而且，例如金乐那样的人呢，也走了。你说是不是想累死我们？佳佳姐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能跟回你呀？啊，我真的宁愿跟着你。佳佳姐想要找人呢，也会先找金乐哦。哎，大不了金乐做首席陪乐，我们排第2、第3也没问题。哎，何哥啊，你买这么多醋，是不是准备做陪乐啊？哎，对呀，何哥，你曾经帮人接生。金乐又有很丰富的陪乐经验，如果你们俩双剑合璧，来个陪乐双宝，一定可以抢走大总管的客户。别开玩笑了。对呀，已经有陪乐双宝了，我可以退休喽。喂，你们2个说忙得不得了，还一直坐在这儿说话，还不叫吃的？哎呀，对呀，我们走了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我还真的后知后觉啊，有首席陪乐跟你做搭档。说不定今天晚上那顿饭还有人帮你做呢，干嘛都我这个人碍手碍脚的？你又说到哪儿去了？都20几年了，还吃这种干醋？这醋拿来做糖醋排骨的。谁有空吃醋啊？只是这2瓶醋啊，摆在我面前，看到就生气。喂。宝宝，我们去吃东西好不好？你们认识啊？奶奶，我来给你们介绍。哦，这一位呢，就是佳佳姐的女儿。哦，你好，唐老太太你好，我叫诸葛荣。啊，佳佳姐有这么大的女儿，她说你是个老师。是啊。哎，你男朋友啊？哦，不是，我们只是同事，我们学校就在附近而已。不打搅了，我去坐那边。嗯，好的，小心一点。小心奶奶。他就是你那个男朋友啊？不是，他。上次他来学校接你的时候见过他。怎么样，要不要换一家餐厅啊？不用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奶奶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奶奶，最近香港的传染病很严重的，你去洗手间洗个手再来吃东西啊。阿荣 ，sorry 啊，我这几天陪着奶奶，所以没找你。没关系，我能体谅。刚才那个男的是谁呀？是你同事啊？
他好像想追你似的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不是想找他来刺激我吧？你不要这样啊！我知道这段时间是我委屈你了，我这么做也是因为奶奶嘛。你知道我跟子琪演戏给奶奶看而已啊。你知道我的心是在你那里，对不对？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我之后一定会好好的补偿给你的。唐守礼，你认识我多少年了？我的个性你应该很清楚。我会不会做这些无聊的事啊？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样说我。别这样了。厕所在哪儿啊？在那边。哦，我扶你。奶奶，不好意思哦，本来准备带你去山顶走走，可是手里突然之间又说要回医院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改天再带你去好吗？我没什么心情。你告诉我，手里跟那个诸葛荣是什么关系？奶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用瞒我了，我已经全听到了。你们夫妻到底怎么了？奶奶，我答应过手里不可以告诉你的。这不是你讲给我听的，是我自己听到的。就是那个女人了。其实手里以前跟她谈过恋爱，谁知道手里回香港之后又遇到她了。那个女人还趁我怀孕的时候一直找手里，弄得手里现在要跟我离婚。奶奶，我怕你会生气，所以不敢告诉你。我真的很没用。那个贱女人还真是贱，居然还为人师表。带我去学校。哎，诸葛荣在哪儿啊？诸葛老师啊，他好像在图书馆准备教材，直走转左就到。哦，谢谢。奶奶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我不走。唐老太太。哼，你这个贱人！当年你害得我的孙子差点当不了医生，现在人家老婆怀孕，你又来勾引她，你想怎么样啊？你拆散人家大好家庭，要我孙子抛妻弃子，你怎么为人师表啊？啊！奶奶，唐老太太，你怎么了？奶奶，唐老太太血压很高，不过吃药之后已经开始下降。我建议她暂时留院观察一下，你们要小心的照顾她，不要让她再受刺激。谢谢你。嗯。你出来一下。你跟奶奶说了什么？你为什么带她去学校，还害得她晕倒了？我没有啊。刚才奶奶在餐厅里听到你们讲的话，知道了你们的事，所以非要去学校找她。我已经叫她不要去了，但是也要她老人家肯听才行啊。到了学校，奶奶跟诸葛荣讲了几句话，就激动的晕了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去问奶奶。我先进去陪奶奶了。二荣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啊？唐老太太知道了我跟手里的事，她今天去学校找我，她还打了我一耳光。这件事他早晚会知道，你给他点时间，慢慢接受吧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自己是一个敢爱敢恨，为了找到自己喜欢的人，可以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不想，
管别人的看法，以为很努力的去争取，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人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当我今天看到唐老太太，她举起发抖的手打我，她还激动地晕倒了。那一刻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伤害了很多人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没有这么内疚过。那一耳光像把我打醒了。感情的事，永远都是当局者迷。如果那一耳光可以让你反思整件事情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我长这么大，妈咪从没打过我。现在妈咪还说要跟老爸离婚，我真的很担心，我的生意万一不好，老爸的退休金就没了。妈咪跟阿金的误会，也不知道怎么解决。我很害怕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。我不知道。小李，我有事要问你，你跟奶奶说了些什么，把她给气晕了？没有啊，我什么都没说没做啊。你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做，为什么她会晕倒啊？啊？你告诉我。昨天是你奶奶来学校找我，她骂我拆散你的家庭，所以她激动地晕倒了。你觉得我会对老人家做些什么？原来我在你心目中是这样的人，我想我真的要重新衡量我跟你之间的关系了。喂，你听我说完再走好不好？这是学校，喂，放开他！又是你，彼此彼此。你还说只是同事？我再跟你说一次，张老师是我的朋友，他看我心情不好，所以安慰我。我是你男朋友啊，你的心情不好为什么不跟我说？好，我现在就跟你说，那天在公园我看到你一家大小玩得很开心，很幸福，我的心好痛啊，心里很不舒服。我现在说出来了，你又能做什么呢？你可以回家扮演好老公哄你奶奶，那我呢？我找个朋友陪我吃个饭都不行啊？走吧。我跟我女朋友讲话关你什么事？像你这种自私的人，谁当你女朋友都没有好结果。走。哎呀，你为什么打他？我警告你，你不要打算趁虚而入。我是她初恋男朋友，我跟她有很多年的感情，她不会离开我。你不要妄想介入我们之间 ，OK？ 喂，放开他！不要打了！我想，我们要分开冷静一下。你之前胃炎进急症室，我们帮你做了一个初步的检查，发现你的 CEA 指数偏高。一般不抽烟的人，如果不超过2.5都算正常，但是你的报告显示你有8度。那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想告诉我，我得了癌症吧？你也不用那么担心，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初步的检查。CEA 指数偏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建议你进一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。我们会帮你安排照胃镜，如果没别的问题，麻烦你到外面的等候处坐一下，他们会替你安排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最早可以安排你10月1号来照胃镜，
10月，也就是要等2个月啊。是啊，我们有很多病人，这个时间已经是最早的了。那还是要等的。你先坐着等一下，我印医院信给你。谢谢。医生叫你好好休息，按时吃药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唐老太太，这么巧你也在这里？你这个大坏蛋，叫女儿当狐狸精，拆散人家的家庭，会有报应，你会有报应，报在你的身上的。不要生气了，奶奶啊！早知道那天我在学校多给他几个耳光。不好意思，佳佳姐。等一下，唐老太太说去学校找过我女儿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奶奶知道你女儿是第三者，想拆散我跟手里，我也没办法，这是事实，我也不想再瞒着她老人家了，所以奶奶一气之下去学校找她算账。其实我还有手里一直都是在演戏哄奶奶的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感觉到手里是真心真意爱着我们母女的，手里已经回到我的身边，我们永远不会再分开了。不过回头想想，我还是要感谢你，是你让她回到我的身边的。你根本一直以来都在我面前演戏，你从来就没打算过离婚，你只是想利用我的同情心帮你把老公抢回来。哎，我眼睛瞎了，原来你这个人的心机这么重。那又怎么样？我这么做只不过想保护自己的家庭，希望我的女儿有一个完美的家庭，难道这样都错了？说真的，我跟你是同一类人，不是你故意让你的女儿看到我们一家人在动植物公园吗？现在很好啊，我们应该开心才对。不过说实话，你女儿真的比你单纯多了，她不像你这个妈妈一样工于心计，想尽办法操控别人，不然的话，我想我这次会输得很惨。支书早。哎，早，怎么样？大进，找我有事啊？是，来坐下再说吧。好，怎么？找我什么事啊？因为呢，有件事我想问你啊。关于商场清洁投标那边呢，最后是让大总管得标了。啊？大总管？哇，阿发真的是在针对你啊！我呢问过商场那边的人。大总管出的底价只比我们低一点点，好像是看着我们的底价来出的。那份投标书除了我之外，就只有你看过。喂，你不是怀疑我告诉那家伙的吧？当然不可能了，我那么讨厌他，怎么会帮他呢？哦，你是怀疑我做无间道？这样吧，我对着关二哥发誓，如果是我出卖你的话，保佑我6合彩1个字不中，过马路被狗追。哎，支书，我不是说怀疑你，但是我怎么想都想不通啊，因为只有我们2个看过而已，而底价、投标书，阿金也知道。喂，你居然敢怀疑我女儿？你疯了你啊！你怀疑我没关系，她可是你女朋友啊！你怀疑她跟阿发旧情复燃出卖你，那还不如怀疑阿发出了一大笔钱收买我更好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！朱可进，你这算什么意思啊？现在你怀疑我跟我老爸出卖你，你跟你妈有什么分别？是不是因为我跟我老爸有一次前科，你就永远都瞧不起我们？阿金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妈骂我，你不帮我就算了，但你现在冤枉我说我出卖你，我恨死你了！阿金，哎，你追剧岂不是火上加油？让他冷静一下，我劝他，我就劝他。哎，别走那么快啊！哎，这小子真混蛋。别说我不帮他说话，给他良心，他当狗吠。这次你老爸真是瞎了眼了。当初啊，以为你捡到宝了，原来是个 A 货。哎，根本是长不大的孩子。只要妈妈不在身边，啊，什么都干不了，废物一个。你别说我乌鸦嘴啊，他一定会求他妈回家的。哎，这对母子真是天注定了，不会分开的。我心里替你难过呀。哎，等到那个女人回家之后啊，你就肯定没好日子过了。哎，你插在他们母子中间啊，比当二奶还要惨呢。这次真是看错人，买错马了。我不想再听下去了，能不能让我静一静？你先回家。那你静静就好了啊，有事打电话给我啊。哎。
我发现一些事情，现在心情很乱，好像分不清对与错。我很想跟你谈谈。我在你家楼下。娇娇姐，我能不能坐下？这里是公众地方，椅子上有没有刻我的名字？佳佳姐，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我跟阿静交往，可能你真的有你的道理。如果当初我没跟他在一起，今天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。没有人能预知未来的。是，我讲的话是有道理，但是也不代表我就完全对。你有你的想法，你也不用一定要听我的。是，我有些话未必错，但是也不代表我一定没错，不代表我永远都不会错。佳佳姐，我不是很明白，你能不能说得清楚一点？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我都不懂我儿子会看上你哪一点。可能我真的太笨。喂，你。節奏，就算眼前鋪滿着一堆污垢，亦能輕鬆將它抹走。你獻盡所